全世界最美的10个植物园，从光影斑驳的睡莲池到宛若翡翠宫殿的玻璃温室，从肆意生长的狂野植被到沉睡100年的古老苏铁。本期视频奇趣最套将跨越山海，为你介绍全球最治愈的10个植物园。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别忘了点赞并在评论区留言，感谢您的支持。现在我们开始吧。第10名，蒙特利尔植物园。蒙特利尔植物园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植物园，它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东区，整个植物园占地约75公顷。园内有超过22000种植物，以及90万份馆藏标本和10座大型温室，以及将近30个不同主题的室外园区，其中包括中国园、日本园、原住民植物园以及高山植物园等。每个区域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风貌与自然景观。梦湖园是蒙特利尔植物园最具标志性的景观。这座占地25000平方米的中国式园林，由上海市与蒙特利尔市于1991年合作兴建。步入园中，蜿蜒的小径穿梭于假山之间，清澈的湖水倒映着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瀑布从岩壁倾泻而下。中秋时节，这里还会点亮上千盏手工制作的花灯，灯火映着水色，将这座中国式园林装点得如梦似幻。除此之外，日本园也是另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东方胜境，它以山水为灵魂，营造出一种宁静致远的禅意空间。枫叶如火，石灯静立，走入其中能给人一种远离喧嚣的舒适感。不过，来到北美本土植物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松林、白桦与湿地植物构成广阔的生态画卷。秋季来临时，森林中红色、橙色以及金色的叶片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植物园中还有20余座温室组成的植物展示系统，温室里热带雨林、沙漠仙人掌以及湿地生态共同展示着生命的奇妙。从东方园林的诗意到北美森林的辽阔，再到热带温室的狂野生命力，除了令人震撼的视觉奇观，蒙特利尔植物园也是全球重要的植物保护与科研基地之一。第9名，南非科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科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被称为非洲最美的植物园，它占地528公顷，始建于1913年，坐落在南非开普敦著名的桌山东路，与广袤的原生植被保护区融为一体。走进科尔斯滕博斯植物园，你看到的不是精心修剪的几棵花坛，而是一片与自然山野融为一体的绿色世界。巍峨的桌山拔地而起，巨大的岩壁直插云端，山脚下7000多种本土植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其中许多物种都是当地独有。每到花季，这里繁花遍野，漫山的帝王花、石楠以及山龙眼科植物相继盛开，红的如烈焰燃烧，粉的似云霞漫卷，白的若霜雪覆盖，将整片山谷染得绚丽多彩。其中南非国花帝王花雍容华贵，里可斯帕的针垫状花朵金黄灿烂，色罗里阿的细丝花瓣如少女的秀发般飘逸，而银树的叶片则在阳光下闪耀着银白色的光泽。除了花朵，最令人惊叹的则是蜿蜒于树梢之上的树冠步道。这条钢木结构的步道凌空架设于森林树冠之间，漫步其上，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树冠海洋，远处桌山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360度的绿意全景让人仿佛置身于电影中的失落世界。来到科尔斯滕博斯国家植物园，就像走进了非洲自然世界的大门。当夕阳为群山披上金色的光辉时，整座植物园像是一幅壮丽的风景画，向世人展示着非洲大陆上最原始最震撼的自然之美。第8名，墨尔本皇家植物园。距墨尔本市中心仅5公里的亚拉河南岸，有一片占地38公顷的葱茏秘境，这里便是墨尔本皇家植物园。这座植物园始建于1846年，它由维多利亚州首任总督查尔斯·拉特罗布选址建设，被认为是南半球历史最悠久以及最优雅的植物园。来到墨尔本植物园，就像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印象派油画，如同丝绒般的草坪随着缓坡连绵起伏，百年树龄的橡树与银桦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阴凉，蜿蜒的小径一直伸向密林深处。园区中心是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湖面上天鹅划出细碎的涟漪，
湖畔高大的乔木与观赏植物倒映在水面上，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香气，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感受这片宁静与美好的风光。沿着湖畔西行，登上吉尔福耶尔火山花园的螺旋步道。这座由旧水库改造而成的花园里，无数斑斓的仙人掌、龙舌兰与多肉植物顺着坡体呈放射状野蛮生长，粗犷的荒漠质感与远方墨尔本市区的摩天大楼撞击在一起，给人带来绝妙的视觉张力。然而在这里，最动人的并不只是植物本身，而是它营造出来的情绪氛围。人们在草坪上漫步，在树荫下阅读或沉思，一片草甸，一泓静水，以及几只掠过枝头的翠鸟，让城市的紧张节奏在这里慢慢被稀释。第7名，夏威夷热带植物园。藏在夏威夷大岛哈马库阿海岸奥诺梅阿山谷的夏威夷热带植物园，是山海相拥的天然热带秘境。这里拥有罕见的雨林海湾风光，是全球最具氛围感的原生态植物园。整片园区占地40英亩。植物园创始人丹·卢肯豪斯于1977年起耗时7年，将这片荒芜的雨林峡谷雕琢成了一座包容全球奇花草木的植物天堂。1984年，植物园正式对外开放，园内珍藏了超过2500种热带植物。这里有近200种棕榈挺拔林立，蝎尾礁肆意舒展着艳红色的花穗，各种颜色的兰花、姜花以及树蕨错落生长，来自马达加斯加、东南亚以及美洲的珍稀草木在这里盛放。一条1英里长的小径顺着山谷地势蜿蜒，山谷深处还藏着3层叠落的奥诺梅阿瀑布。青苔覆满岩石，溪流叮咚穿行于林间，水雾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走到步道的尽头，眼前顿时豁然开朗，无边的太平洋海湾扑面而来，碧海、椰林与繁花同框，形成难得一见的山海画卷。植物园里还设有鹦鹉鸟舍，彩羽飞鸟穿梭在枝叶间，搭配着复古的夏威夷图腾神像，给人满满的异域风情。整个植物园并没有人工刻意雕琢的规整布局，它顺着山谷原生地貌造景，雨林幽深，飞瀑灵动，碧海辽阔。湿润温热的气候滋养万物，草木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光影透过宽大的叶片洒落满地的碎金，每走一步都像是闯入了宫崎骏笔下的热带幻境。整个植物园不仅是一片热带珍稀植物的保护基地，也是治愈人心的自然避难所。它凭着山海共生的绝美景致，成为了无数摄影师以及园艺爱好者渴望奔赴的热带梦幻花园。第6名，华南国家植物园。华南国家植物园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植物种类以及巨大的面积闻名。它创建于1929年，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占地约319公顷。园内有19766种珍稀植物以及130万份馆藏标本。有龙洞麒麟景区、展览温室群景区以及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和木兰园、棕榈园、姜园、兰园和苏铁园等39个专类园区。龙洞麒麟景区是植物园里最具标志性的景观，这里曾被评为羊城8景之一。它由棕榈园半岛、介伊植物区半岛和中央人工湖组成。在湖畔漫步时，你会看到2种截然不同的气候景观，一边是椰风葵林的热带风情，高大笔挺的棕榈科植物在风中摇曳生姿；另一边则是四季流转的温带落羽山与水松，尤其是秋冬时节，落羽山赭红与金黄的色彩倒映在静谧的湖水中，薄雾漫过水面，草木与天光相融，会让人宛如走入了一幅流动的岭南风景长卷。而4个木棉花造型的巨大温室建筑，则是植物园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现代杰作。其中，热带雨林温室里藤蔓垂挂，巨型叶片遮天蔽日；沙漠植物温室中，巨大的5轮柱与形态各异的仙人掌展示着荒漠植物的强大生命力。随着4季流转，春天的木兰园里玉兰花争相绽放，兰花园幽兰飘香，河雀花如万千玉莲垂挂在林间；夏天姜园里则是奇花异草争奇斗艳，竹园里翠竹婆娑，清风徐来。到了秋天，凤梨园果实累累，果香四溢；冬天时，益木棉在道路旁铺满粉色的云霞。无论是幽兰吐蕊的雅致，还是奇异花卉的热烈，
华南国家植物园里总有一抹色彩能够戳中你的审美。第5名，纽约植物园。坐落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纽约植物园是镶嵌在这座喧嚣都市里的绿色天堂，它占地约100公顷，始建于1891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植物园之一。1967年，纽约植物园被列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园内有15000种植物以及700万份馆藏标本。走进植物园，最引人瞩目的是高达27米的钢结构玻璃温室。这座建于1902年的温室建筑看起来如同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殿，阳光透过繁复的钢架倾泻而下，热带雨林、沙漠仙人掌与水生植物在温室中营造出变幻莫测的异域胜境。穿过温室，便是著名的佩吉洛克菲勒玫瑰园。从初夏到秋季，600多种玫瑰与月季在矮墙与藤架上怒放，馥郁的芬芳令人沉醉。而植物园里最令人心动的，则是占地约20公顷的塞恩家族原生森林。这是纽约市仅存的一片未曾遭到砍伐的原始林地，有着200年树龄的山毛榉、橡树与郁金香树参天而立，布朗克斯河穿林而过，石阶与瀑布隐现其间。漫步林中，宛如闯入了远离都市喧嚣的远古滤镜。每年春天，植物园里还有2000余株樱花竞放绽放。到了4月，水仙花田里则是金黄漫卷，夏秋时分，睡莲静静地卧在池面上。百合园里花开绚烂如霞。冬天到来时，温室区假日列车展将这里变为一座童话般的冬日仙境。模型火车穿梭在精心打造的纽约地标微缩景观之间，你可以在温暖如春的环境中领略四季的奇妙轮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杜鹃园、针叶树园、岩石园、草本植物园等数十个专类园区，每个区域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意境。第4名，巴西里约植物园。里约植物园是南美洲最古老的植物园，它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南区科尔科瓦多山脚下，占地约140公顷，是葡萄牙摄政王若昂6世于1808年创建。最初，这里是为了培植从西印度群岛引进的豆蔻、胡椒和肉桂等香料作物。1992年，里约植物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生物圈保护区，这里种植了多达8000种植物。皇家棕榈大道是里约植物园最具标志性的景观，这条林荫大道两侧整齐排列着134棵来自毛里求斯的大王棕榈树，它们高大挺拔，树干直刺天际，阳光穿透层叠的羽状叶片，在地面上铺出绵长的光影。大道正中还矗立着一座英式铸铁缪斯喷泉，喷泉里流水潺潺，雕塑与巨木相映，显得壮阔又雅致。附近的兰花温室是植物园中的另一处秘境，这座建于1890年的八角形温室里汇聚了600多个品种的兰花，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地才有的珍稀品种。温室里湿润的空气中弥漫着兰花的幽香，许多附生于树干上的野生兰花以最原始的姿态展示着热带雨林的神秘魅力。温室外的王莲湖与荷花湖则是整座植物园的点睛之笔，巨大的王莲浮在水面上，湖畔原生雨林的步道蜿蜒曲折，百年巴西红木以及粗壮的面包树静静地生长着。仙人掌园里则有400多株形态奇特的肉质植物，还有猪笼草、捕蝇草等食虫植物静静地等候着重叠的驻足。除了植物，里约植物园还是140种鸟类与众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随处可见的巨嘴鸟、红腰山雉在树木枝头跳跃，卷尾猴与毛耳绒猴在林间嬉戏。第3名，布鲁克林植物园。布鲁克林植物园是位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片城市绿洲，这座植物园始建于1910年，占地52英亩。最初这里只是一个垃圾堆放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改造，如今它已经成为了美国最美的植物园之一。布鲁克林植物园以种类多样的植物和美丽的景观著称，园内有格兰福德玫瑰园、莎士比亚花园以及岩石园、儿童园等20多个不同特色的区域，其中格兰福德玫瑰园是美国最大的玫瑰园之一，这里拥有大约1200个不同品种的玫瑰花，是玫瑰花爱好者的天堂。春天时，植物园内色彩斑斓，樱花、郁金香竞相绽放，满园花朵粉白交织，香气袭人。
每年5月还有超过45000丛风信子在丛林、间或草地上盛开，它们共同组成一片迷人的景色。秋天时，植物园里则是枫叶如火，层林尽染，美不胜收。除了四季变换的自然风光，布鲁克林植物园还是重要的植物研究与交流平台。无论是植物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在这里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第2名，新加坡植物园。新加坡植物园是全球少数几个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植物园。它始建于1859年，位于新加坡市中心的乌节路附近。整座植物园占地约82公顷，园内有超过1万种热带与亚热带珍稀植物。走进新加坡植物园，高大的榆树舒展着巨大的树冠，阳光透过层层枝叶洒落在地面上，形成斑驳摇曳的光影。宽阔的草坪、宁静的湖泊以及蜿蜒的小径与热带森林交织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青草与花朵混合的清香，让人仿佛走进了一座远离喧嚣的绿色秘境。新加坡植物园里最惊艳的当属著名的胡姬花园。胡姬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兰花，这里收藏着超过1000种原生兰花和2000多个杂交兰花品种。数万株珍贵兰花四季盛放，艳红、柔粉、纯白以及浅紫色的花朵在绿叶间竞相绽放。其中，新加坡的国花卓锦万代兰亭亭伫立，紫红色的卡特兰雍容华贵，洁白的蝴蝶兰轻盈飘逸，光影落满花瓣，如同花柱的仙境。一旁的江园里，各类姜科植物舒展着宽大的叶片。巴厘岛风格的小瀑布下，流水穿过葱郁的花草，满是温润清新的草木香气。天鹅湖则是植物园里另一处标志性的景观，这里湖水倒映着天光云影，水莲静静浮在碧波之上，微风掠过，花瓣与水草轻轻摇晃，湖中的天鹅划过水面，漾起一圈圈翡翠般的涟漪。而在热带雨林区则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木栈道穿梭在参天古树之间，高大的板根植物如巨人的手掌撑开天幕，蝉鸣鸟啼，藤蔓交织。清晨，薄雾笼罩着树林，鸟鸣声此起彼伏。傍晚夜幕降临时，植物园里闪烁的灯光与城市高楼中的灯火呼应，展示着繁华都市与自然共生的绝美奇迹。第1名，英国皇家植物园。英国皇家植物园也叫秋园，它位于英国伦敦西南部的泰晤士河南岸，占地约132公顷。2003年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园内有5万多种植物以及850万份植物标本。秋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59年。最初，它是英国王室的皇家花园，用于收集各种奇花异草以及观赏植物。历经260余年的扩建与积淀，如今这里已变成了全球最负盛名的植物圣地。走进秋园，最令人震撼的是数十座形状各异、宛如宫殿般的大型温室，其中棕榈温室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杰作，它的外形如同一艘倒置的航船，全长109米，高20米，上万块弧形玻璃拼凑而成的穹顶下，热带雨林的湿润气息扑面而来。高耸的棕榈树直抵玻璃顶端，巨型王莲浮在池水中，宽阔的叶片稳稳地托住细碎的天光。而威尔士王妃温室中则将沙漠、雨林等10个不同的气候带浓缩在同一屋檐下，兰花、仙人掌以及食虫植物在这里错落生长，巨魔芋与千岁兰等奇花异草竞相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奇妙。除了温室，秋园内还有玫瑰园、杜鹃谷、竹园以及树木园等26个户外专业园区，广阔的草坪与林地交织，四季更替在这里带来完全不同的景象。春时郁金香漫坡，秋天风信染金，320米长的超长花径中，数万株草本花卉层层铺展，粉紫、橘红以及奶白色的花朵顺着缓坡绵延，清风裹挟着馥郁的花香扑面而来。玫瑰园的香气浸透石径，杜鹃谷中花朵如霞似火，穿过日式景观园的苔痕与竹影，一座10层的中式宝塔辉墙红轩，龙势飞檐。这便是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留在秋园里的东方印记。登上18米高的树冠步道，无数参天红杉与银杏织成的绿色海浪在脚下翻涌。从皇家园林到世界文化遗产，
历经260余年，依旧生机盎然。秋园无疑是一座世界级的植物秘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您还知道哪些景色迷人的植物园？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并将它分享给您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